嘿，大家来想一下哦，苹果跟 Google 这两个科技界的超级死对头，你想象过他们有一天会联手吗？听起来超扯的，对不对？但这一切，说不定答案就藏在贾伯斯那句很有名的话里面，就是这句 "Stay hungry, stay foolish"，求知若渴，虚心若愚。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过吧？但它真的不只是一句挂在墙上的励志小语这么简单哦。说真的，就是这句话背后的精神，很可能，我是说很可能哦，点燃了科技史上最让人跌破眼镜的一次合作。我们来大胆想象一下，时间快转到2026年，这两个以前恨不得对方消失的死对头，竟然决定要手牵手合作了。哇，那会是什么画面呢？好，那我们就先来聊聊这个听起来很厉害的哲学，它到底是怎么来的？背后真正的意思又是什么？哇，这句话的历史还蛮酷的哦。最早是出现在1974年，一本叫做《全球概览》的杂志封底。那本杂志在当时被称为纸本的 Google。然后呢，到了2005年，贾伯斯在史丹佛大学那场超有名的毕业演讲上引用了它，这才让它红遍全世界。然后呢，到了我们假设的2026年，这句话就变成一个终极大考验了。考验什么？就是你到底愿不愿意为了做出最棒的产品，去跟你最大的敌人合作？所以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Stay hungry, stay foolish。贾伯斯把它解释成一种永远保持初学者心态。来，我们把它拆开来看，求知若渴，意思就是说，你要对做出好东西有种近乎疯狂的执着，永远都不满足于现状。那虚心若愚呢？这代表的是一种勇气，一种敢去挑战大家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，去做那些别人眼中看起来很傻，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事。OK， 了解了这句话背后的精神之后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哲学是怎么在今天促成了一场，可以说是科技巨头之间让所有人都吓一跳的停战协议。大家应该还记得吧？贾伯斯以前是怎么讲 Android 的？他撂下狠话，他说我要毁了 Android， 我愿意为此发动核战争。哇，热核战争这句话完全可以感受到，当年这两家公司真的是水火不容，恨死对方了。所以问题来了，到底是什么变了？为什么到了2026年，整个情况会有180度的大逆转，从打得你死我活变成要策略联盟了呢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拆解一下这个世纪大交易的内幕，来看看它背后的技术、数据，还有最重要的隐私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这次合作的关键就是要让 Siri 有个脱胎换骨的大升级，进入一个叫做智慧代理 AI 的时代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 Siri 不再只是你问一句它答一句的语音助理了，它会变得超聪明，可以看懂你手机荧幕上的东西，然后主动帮你跨好几个 App 去完成一些很复杂的任务，很酷吧？但是这里就有一个大家最好奇的问题了，为什么是 Google？ 苹果干嘛要找自己最大的敌人合作，而不是去找像 OpenAI 这种公司呢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数据。你看这张图表，这是当时的基准测试。很明显 ，Google 的 Gemini 3模型在好几个关键项目上根本是压倒性的胜利。特别是这个多模态推理，这个能力就是让 Siri 能看懂你荧幕上的图片文字的关键。还有你看这个数学与逻辑，哇，直接把对手甩得远远的。这就代表说，在那个时间点，苹果如果想要打造出全世界最顶级的 AI 体验，说实话，他们没得选，只有 Google 能做到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求知若渴这个精神最好的证明。为了给使用者最棒、最顶级的体验，苹果就选择了当下最强的技术，管它是谁家的，就算是最大死对头的，也照用不误。好，但下一个问题马上就来了。苹果不是最重视隐私的吗？那要怎么用 Google 的 AI 又能保证用户的资料绝对安全？答案
就是这个叫做私有云端运算 PCC 的技术。你看这张图，它把苹果的解决方案解释得很清楚。我用一个比喻好了，这就有点像是你把一个锁起来的保险箱交给 Google， 他们可以在外面操作这个箱子，处理里面的东西，但他们永远拿不到钥匙，也看不到里面到底装了什么。你的指令会先送到苹果自己的安全伺服器，然后 Google 的模型在这个黑盒子里面帮你算，算完就把结果给你。重点是 Google 完全碰不到你的原始资料，而且资料用完就删，绝对不会被存下来或拿去做训练。这样一来，你的隐私就安全啦。OK， 这个结盟可不只是苹果跟 Google 两家公司的事哦，它在整个科技业都掀起了超级大的波澜。首先，我们来聊聊钱。为了用 Gemini 3，苹果每年要付给 Google 多少钱？根据估计，大概是10亿美金。你没听错哦，是10亿美金每年。这个数字真的可以看出，苹果为了追求最好的技术，砸钱是完全不手软的。那有了这么厉害的软体，硬体当然也要跟上哦。为了跑这么复杂的 AI 运算，全新的 iPhone 17 Pro， 它的记忆体也就是 RAM， 直接就是12GB 起跳了。这也等于是宣告手机正式进入了 AI 硬体的军备竞赛时代。那市场的反应呢？哇，更是直接到不行。这个合作消息一出来，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， 它的市值一度冲破4兆美金，这数字有多夸张啊？这就告诉我们，华尔街的投资人有多看好这次敌人变朋友的世纪大结盟。不过，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幕要告诉大家，这次合作其实是苹果的一个过渡策略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他们自己家里代号叫 Ferret3 的 AI 模型，预计2027年才会准备好。所以这也看得出来，苹果其实有点焦虑，但也很务实。与其等自己的技术弄好，结果错过了黄金时机，不如先低个头，用一下对手的力量。就算会被外面的人笑说你技术落后哦，也没关系。这招真的可以说是为了最后的胜利，不惜忍辱负重啊！好，聊了这么多苹果跟 Google 的大战略，那这对我们这些生活在 AI 时代的普通人有什么启发呢？我们试着把这个商业故事变成我们自己可以用的生存指南。我觉得从这个故事里，我们可以学到3件很重要的事。第一，要拥抱跨领域的热情。你看，贾伯斯就是把科技跟人文艺术结合在一起，才能做出这么酷的产品。第二，要敢于挑战演算法。当所有的数据、所有的 AI 都告诉你 A 是最好的选择时，你敢不敢做出那个看起来很笨的 B 选择？这就是我们人类创意的价值所在。第三，建立你自己的内心罗盘。不要只看短期的利益或数据，要专注在创造长期的价值，跟着你自己的原则走。其实贾伯斯在那场演讲里还说了另外一句很棒的话。他说，不要让别人意见的吵杂声盖过你自己内心的声音。最后，我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回去想一想。在一个 AI 越来越聪明、越来越完美的世界里，你身上那份独一无二的、只有人类才有的那种有点傻气的优势，到底是什么？